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对交易量放缓的担忧。路透社，随着人们从公共假期旅行返回，新一波 COVID-19 正在中国蔓延，感染了交易员和银行工作人员，并引发了对交易量影响的担忧，尽管可能不像之前大流行引起的中断那么明显。12月 COVID-19 席卷了首都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的交易大厅，正当中国重新开放经济时，疾病和缺席导致交易量减少，迫使监管机构重新安排会议。然而，据报道，交易员预计这次的影响较小。虽然中国卫生当局表示，随着5月劳动节假期期间旅行激增，病例数有所增加，但医院的严重病例数量并未显著增加。影子中国蓝紫自11月以来已上涨 33%。路透社，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的一份报告显示，寻求接触中国但对政治风险和疫情复苏不平衡持谨慎态度的投资者正在购买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欧洲公司的股票，这是一种比直接投资中国股票更快的方法。中国服务业受益于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但制造业滞后，科技和房地产公司受到监管打击的严重影响。报告称，欧洲指数今年上涨超过 10%， 而中国在暗蓝筹股指数上涨 5%。但杰富瑞计算的影子中国蓝紫自11月以来已上涨 33%。通货膨胀正在降温，但许多物品并不便宜。CNN， 尽管通货膨胀率自去年相比有所放缓，但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部分原因是大流行，但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消费者。素食主义者可能躲避了今年鸡蛋价格飙升，但可能不得不面对人造黄油价格上涨。如果您在经济上陷入困境，通货膨胀对您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如果燃料、儿童保育或食品等强制性费用占您收入的更大比例。服务成本一直是通货膨胀最持久的领域，虽然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货膨胀，但加息对服务价格影响不大。美联储有更多空间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和经济学家如何应对今天的美国通胀报告？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股市上涨，债券收益率和美元下跌。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通胀数据低于预期，通胀率2年来首次跌破 5%， 导致与美联储政策利率挂钩的债券市场期货上涨。交易员现在预测6月份利率将保持在目前的 5% 至 5.25% 水准的可能性为 90%， 高于宣布前的 80%。信贷市场认为，到年底整整75个基点的宽松政策即将到来。相比之下，加拿大央行的掉期市场预测降息25个基点或根本不行动的可能性相等。华尔街对债务上限出奇的平静，这一切都可能在本月改变。CNN， 华尔街已将5月下旬确定为某日期，并警告说，如果届时美国债务上限没有解决方案，市场将出现重动。随着美国资金耗尽，美国面临拖欠账单的危险，因为国会尚未采取行动提高或暂停其自行设定的借款限额。穆迪分析预测，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8日达到违约状态，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财政部可能最快在6月1日耗尽现金和非常措施来支付所有政府债务。投资者似乎比他们所透露的更认真地对待危机，或者正在等待更多资讯。圣克拉拉大学利维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古斯塔沃·施文克勒 Gustavo Schwenkler 表示，民调还显示，选民目前更关心债务上限，而不是其他主要问题。解构酝酿中的美国房地产危机。金融时报，价值 5.6 万亿美元的美国商业房地产 CRE 行业面临利率上升、房地产估值下降和办公空间需求减弱的风险。美联储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银行在第一季度收紧了非住宅物业的信贷标准，但没有一家银行放松标准。地区银行向美国业主提供高达2/3的贷款，到2025年底将偿还超过1万亿美元的 CRE 债务，业主可能难以介入更多贷款。CRE 杠杆率很高，人们担心该行业的坏账如何影响更广泛的经济。业内人士对风险的影响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情况被夸大了，
而另一些人则警告说，美国 CRA 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担忧。内部人士称，无论谁赢的选举，土耳其经济都面临失去的一年。路透社内部人士说，无论谁在周日赢得土耳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该国都预计其经济将迎来失去的一年。在一些民意调查中领先的主要反对派联盟承诺将经济和金融市场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允许中央银行提高利率。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的执政党将继续其低利率、高增长的计划，因为他寻求管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已达到 44%， 外汇储备耗尽。这次选举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中国外国公司在国家安全突袭后处于紧张状态。半岛电视台随着中国间谍法的扩大和对咨询公司的国家安全突袭，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变得越来越焦虑。由于他们的工作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至关重要，人们的担忧加剧了。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郑 Eric Zhang 敦促中国当局更明确地划定公司可以或不可以进行此类尽职调查的领域，以使外国公司能够更好地遵守中国法规。最近的调查只影响了少数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然而对他们的缺乏开放性引起了整个外国商界的焦虑。在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透明度来恢复市场的信心。期权投资者防范美国股市暴跌，尽管市场活跃。加拿大环球邮报据路透社报道，期权市场对股市崩盘保险的需求已飙升至数月高点。3月份，当银行业出现波动时，对崩溃保护的需求有所增加，此后崩溃看跌保险的价格飙升了约 3%。尽管近几个月股市波动有所放缓，但投资者担心未来波动的各种催化剂，包括美国债务上限和美联储的恶作剧。不过，市场焦虑的增加实际上可能对股票来说是个好兆头，因为当看跌期权需求超过看涨期权需求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往往会表现更好。私人信贷公司看到银行收紧贷款的机会。路透社私人信贷公司正在寻求填补美国地区银行留下的空白，因为他们在经历一系列问题后撤回了贷款。在接受美联储调查的银行中，多达 46% 的银行报告称2023年第二季度信贷收紧力度有所增加，高于上一季度的 39%。 商业和工业贷款在一个月内下滑了600多亿美元。包括黑石集团在内的私人信贷公司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经济衰退的风险使贷款人对增加贷款账不持谨慎态度。分析师预计，商业和住宅房地产贷款最容易接受私人信贷公司。人工智慧贷款公司 Upstart 跳升，因为20亿美元的资金挤压空头。路透社 Upstart Holdings 在获得20亿美元资金后，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上涨了 32%。人工智慧驱动的贷款服务将在未来12个月内从现有和新的合作伙伴那里获得资金。当股价飙升时，卖空者被抓住了，因为由于担心潜在的经济放缓，股价在前一年下跌了 82%。虽然这一消息受到分析师的欢迎，但摩根士丹利等公司警告称，与该公司的信用表现和不确定的经济状况有关的不利因素。被房地产公司 Epic Alliance 烧毁的投资者希望创始人处以罚款、禁令和赔偿。加拿大 CBC 加拿大 Epic Alliance Property 的创始人面临听证会，指控他们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售证券，以及在被告知停止后继续筹集资金，为投资者损失数亿美元。在1月份房地产企业倒闭后，法院指定的调查人员表示，由于资讯不完整，该公司筹集的资金的命运可能永远无法得知。10几名投资者呼吁对 Rochelle Flom 和 Lisa Thompson 处以罚款并永久禁止交易证券。如果美联储现在宣布战胜通胀，它将看起来愚蠢。亿万富翁投资者大卫·鲁宾斯坦警告说。CNN 凯雷集团 Carlyle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联席主席大卫·鲁宾斯坦 David Rubenstein 警告称，美联储今年夏天降息还为时过早。鲁宾斯坦表示，现在降息有点通货膨胀，因为目前的利率是 2% 目标的2倍多。他补充说，这样做可能会使人们认为美联储不致力于对抗通胀，并导致人们认为它最终会回归，
而美国央行如果声称以4%的胜利，则冒着看起来很愚蠢的风险。Wendy's 转向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进行的来速订单。多伦多星报，速食连锁店 Wendy's 将开始测试由谷歌基于云的 AI 神经语言处理软体提供支援的聊天机器人。该聊天机器人能够理解自然语言并回答常见问题，将在俄亥俄州哥伦布附近的一家商店运行，并用于接受客户的来速订单。女性配音的机器人将监控请求，并由一名陪同员工监督服务。我们预计不会减少工作力，而是转移船员责任，该公司表示，并补充说人工智慧技术可以改善等待时间和订单准确性，这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壳牌丰厚的利润远远超过其股息，并构成投资案例的主要支柱。英国每日电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在2019年第一季度交还了63亿美元，如果按年计算，相当于200亿英镑，或2位数百分比范围内的现金收益率。虽然这对那些重视收入而不是环保运动的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可能会进一步激怒那些在高账单和汽油价格中挣扎的环保活动家，特别是壳牌第一季度的利润超出预期。为什么房屋建筑商会反弹？金融时报，美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的股票正在飙升，出乎所有人的预期，这要归功于市场上缺乏现有房屋，尽管有大量新房。目前的房主受到低利率的吸引，拒绝出售，这意味着新房正在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大型公共房屋建筑商正在受益于向买家提供折扣利率的内部抵押贷款单位，这尤其有助于那些可能无法负担的买家。虽然这有边际经济成本，但它避免了房屋整体价格的削减，这可能会给未来的买家带来想法。小型私营建筑商对市场的压倒性控制，最终仍可能为大型建筑商提供充足的弥补基础。默多克的地雷，有些你看到，有些你看不到。悉尼先驱晨报，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兰·默多克 Lachlan Murdoch 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上提醒注意他在第一季度的广告收入增长，同时也淡化了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的离职以及 Smartmatic 丑闻的潜在影响。福克斯必须为自己辩护，反对选举操纵的指控，寻求高达40亿美元的赔偿金。印度和加拿大计划今年签署贸易协定。路透社，印度和加拿大的目标是早日达成一项进展的贸易协定，两国希望增加贸易和扩大投资，同时建立处理争端的机制。政府官员透露，印度公司和组织将受益于与加拿大的贸易机会，加拿大企业希望在印度市场获得高调的交易。他们还透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促进双边贸易增加高达65亿美元。加拿大企业希望从10月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受益。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